用这个，哎，这抓好，非常漂亮的好分KO。注意看，擂台再现邱建良神龙摆尾 KO 名场面，竟一腿爆头，彻底终结德国排名第2拳王的在华不败战绩。老外疼痛难忍地昏厥在擂台上。说起邱建良，相信大家不用过多介绍。他被誉为中国最具有头脑的选手，擂台上的他打法多变，不管面对什么突发情况，总能冷静思考处理，这也使得邱建良越战越勇。从出道以来，籍籍无名到打入国际擂台，赢得中国第一个羽量级金腰带，邱建良仅仅用2年时间，也就是这2年，让所有国家都看到了中国的雄起。邱建良的这一路的坎坷，我们中国人都看在眼里，能拿下中国第1条羽量级金腰带，实力自然是金字塔尖人物。但总有太多人看不得我们中国选手前进，拿到了成绩更是眼红，想方设法的要给我们设难。邱建良刚刚拿到金腰带，就遭到德国拳王的指名挑战，这不就是在挑衅邱建良的金腰带吗？但尽管所有人都心知肚明，邱建良依旧不再怕。他深知，既然自己做到了这个位置，就一定会有源源不断的人想要代替自己。邱建良唯一能做的就是守护好这一条金腰带，这不仅是自己的荣誉，更是国家的荣誉。这次来华挑战的是德国搏击名将肯姆罗宾。肯姆罗宾擂台上打法狠辣，碾压式十足，在他的手里，一旦被抓到短处，当即就会被立马 KO 送走。来华挑战多次，均无一败绩，且都以 KO 结束比赛。同时，他也是一位 MMA 金腰带的获得者。这次德国方为了打赢邱建良，也是不惜一切代价，都把最强实力悍将给请出来了，可见是有多想打邱建良的脸面。好了，咱们废话少说，让我们去看看这2位高手之间会发生怎样的碰撞。还请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比赛正式开始。黄色短裤为中国选手邱建良，黑色短裤为德国选手肯姆罗宾。刚开始，肯姆罗宾就没有想多试探的想法，只想从一开始就展开压制。或许在他这个金腰带拥有者的眼里，邱建良的战绩算不上什么，最多只能算是这2年打得顺风顺水，一路打得太顺了罢了。那只是因为邱建良没有碰到他这种绝对实力的选手。反观邱建良可并不会因为你的打法猛烈就失了比赛节奏，反而更是谨慎再谨慎。邱建良明白眼前的这一位选手实力深不可测，没有绝对的把握，绝不会盲目出手。这场比赛对于邱建良来说十分重要，不仅意味着比赛的输赢，同时也意味着金腰带的去留。自由搏击的比赛中呢，他认为这个泰拳和自由搏击更像白酒和红酒啊，大同小异，因人而异，各取所需。整个格斗啊，他希望能探寻到自己独特的、具有泰拳风格的自由搏击风格。对，目前这个阶段呢，邱建良已经到了见山不是山的阶段，因为他要把他一个比较复杂的技巧慢慢修正，返璞归真。现在在整个的这个局面压制上，还是这个德国的选手在压制着这个邱建良。从肯姆罗宾激进的打法不难看出，他是压根不想跟邱建良打满3个回合。从比赛开始到现在，眼里只有 KO。要说也不是你一个人有金腰带，擂台上就显着你了。反观邱建良的打法，则是特别沉得住气，以肯姆罗宾为中心各种游走，找到机会才会主动出手，没有绝对把握，绝不盲目自信。这种打法，就算是肯姆罗宾再想拼内围，也几乎找不到合适机会。要知道，一个肯姆罗宾固然厉害，但能做到中国羽量级第1的位置可不容易。邱建良这一路走来，什么选手没见过？但不管是跟谁怎么打，总归只有一句话：绝不意气用事，用脑子打比赛才是邱建良最与众不同的地方。他又开始进入自己的这种节奏，前后的直拳接击扫，前后的直拳接高扫的拳，非常漂亮。对。有一个叫 Body K， 先打，再打。可以看邱建良在出 C 扫的时候呢，这个前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掩手的动作啊，这是他泰拳的一种遗迹。但是刚才的那一套组合呢，又是自由搏击风格比较的。邱建良已经摸清楚肯姆罗宾的战术，有了把握的邱建良开始进一步发起攻击，但邱建良的动作实在太快，往往肯姆罗宾都还没有反应过来，一套组合拳就已经招呼到身上了。等到想反击的时候，邱建良已经收手了。肯姆罗宾没想到他竟能被邱建良如此压制，心里是不服气又无可奈何。明明刚刚自己还在冲着 KO 解决对手，短短几个交手下来，局势竟然变得这么快，自己的优势顿时就被邱建良横扫得干干净净，反而又被邱建良压制。但肯姆罗宾这家伙可一点都不简单，不知道被压制这几下能做出来什么惊人的举动。面对向罗宾，我们可以看到邱建良已经打了多组进攻啊，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这个阵地，保持得很冷静。哇，他有一个转身够踹啊！以拳法而言呢，这个邱建良的发力就要起脚了，漂亮！哎，这个出来，邱建良扑上去，漂亮，连击。
邱建良比上一回我们见到他这个比赛来到第二回合，有了第一回合的压制，肯姆罗宾的攻势明显是没有那么嚣张了，但还是不准备改变战术，依然是要拼进邱建良那位打比赛。不知道是对自己其他距离的打法没自信，还是怎么回事，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你要是非死脑筋跟邱建良拼内围，别说你内围实力有多强，邱建良对距离的把控，从一开始就将你的想法扼杀在摇篮里，完全没有机会。虽然说肯姆罗宾的大体格、身高、臂展都比邱建良强上不少，但邱建良灵活多变的打法，使得肯姆罗宾是脑子都跟不上比赛节奏，更别说怎么去应对。应该比邱建良要好一些，而且单纯一点，你在空中我轻轻一推，就会飞得很远了啊！哎呀，别倒跌了，这个不要逞强啊，他对飞招不太熟啊，重心的位置不对啊。双方啊漂亮啊，这个太漂亮，前后前接后腿的低扫很经典，但是很有用。那我邱建良现在罗宾的盖，哎，这一次啊是决定呢金盖哦，这个罗宾的一个进球。可以说邱建良现在已经把这个气势整个打出来了。如果罗宾不打出重击或者改变邱建良的节奏，那邱建良要一直这样保持在球队。又是一个飞膝啊，双飞膝。那像蔡老师，您看这个中远距离的对峙，肯姆罗宾就算是身高臂展，在占优势，跟邱建良比起来，也是一点可比性都没有。现在的肯姆罗宾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使出全身的力气，很想对邱建良做动作，也只是徒劳。反观这比赛节奏，被邱建良拿捏的是刚刚好，不管是处于劣势还是优势，邱建良都不会去急于求成，每次都是有绝对把握才出手，根本不可能跟肯姆罗宾那样，有点小成绩就压制不住，最终被对手抓到短处，那再多的优势都会变成劣势。也就是这一点，让每一场邱建良的比赛都格外的有看点。倒是那些只会无脑进攻、盲目出拳的选手，看得太多了。一方面，罗宾在这个身高臂长上比邱建良高呢，邱建良打进去以后呢，对罗宾就不利了。对他只是把自己送过去啊，给这个邱建良打。如果说我们前面看到的吉祥啊，包括典英华是自由搏击的这种立体进攻，那么邱建良就是把泰拳演绎到极致的自由搏击的立体进攻的一个非常出色的表现。真的是力度跟速度都做得非常好啊，特别是把泰拳的那种硬打得非常的出色，而且是比较现代化的一个泰拳啊。第二回合，邱建良依然。比赛来到第三回合，肯姆罗宾实在是不甘心被压制2个回合，但也深深的意识到自己和邱建良之间的差距，顿时改变战术，什么都不管了，只希望能跟邱建良拼拳换脚的同时，能对邱建良造成哪怕一点的伤害，这也就算是值了。肯姆罗宾可不希望，本来是派他来折他邱建良的脸面，最后落得一个只会逃避的下场，怎么也要主动拼拳输，也不能输得太难看，能将德国世界排名都榜上有名的选手压制成这样。试问以后谁还敢小看邱建良的战绩，还想代替邱建良的位置，恐怕只能梦里想想了。建良已经拿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且向最强的那个方向那个高峰在冲刺。肯姆罗宾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时刻防守着头部，这也是他能坚持到现在最重要的一点。邱建良找准机会，一记神龙摆尾直接击中肯姆罗宾的大腿根部，肯姆罗宾摇摇晃晃的继续比赛，但邱建良接着一记神龙摆尾击中肯姆罗宾头部，肯姆罗宾顿时倒地，比赛结束。这一腿的杀伤力，除非是铁头，不然都得落个脑震荡。每次邱建良的动作都太快，肯姆罗宾都反应不过来，这次也是同样如此。这场比赛可没有悬念了。这场我们今天50峰的这个世纪之战，不光有波球和一龙。最后宣布比赛结果，邱建良最终赢得比赛胜利，成功捍卫金腰带。你认为这场比赛邱建良表现得如何呢？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